在这颗星球上，无数的文明更迭，人类的每个文明都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发展、提升和轮回，一次次的毁灭，一次次的重建。有的人迷失在物质世界，有些人选择探索真理。尽管真理难寻，修行的路充满陷阱与诱惑，让人失去方向。但有些灵性修炼与修行的精髓，如琥珀般被保留了下来。他们在这场大游戏中，在各个文明中，在各个朝代中，因着机缘而出现，也因着各种条件而消失，等待再次的出现。这些教导总是超出与突破当朝人们的制约以及既定的思想，故对于人们而言，总是难以理解的神秘。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大家好，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我是阿吴。琥珀神秘学院第1到10集是第1部，以观世音菩萨传授的观音法门，耳根圆通法为修行的方法，讲空法的观念与如何进入定境的实际带领。第11到20集为第2部，以神通能量、魔法震动为主题，带出昆达里尼是什么及其重要性与修炼方法。这2部皆为现代人类修行的重要资料，供有志修行者参考。其实这2部讲到后面的课程都是比较进阶的课程了，需要学员达到定的阶段再来看，会比较心领神会，得到启发。但你在修行中的每个阶段再来看琥珀的视频，都会有不同的体会哦。第21集开始，阿吴将以比较广泛随性的方式谈论修行时的各种话题与练习，时而谈空，时而说有。琥珀神秘学院有别于市面上多数的心灵课程，敢以正法自居，传播正确的修行观念与方法，要为地球众生尽一份力。虽然近几年因为地球的渐渐转化造成觉醒的人有变多了，这里说的觉醒是指初步觉醒，指的是人们开始注重精神灵性的领域，但旧的宗教系统反而开始式微。因为旧的宗教系统虽然在一些经典内涵上还是有许多精彩的地方，但组织发展已经太过僵化，真正懂得修行精髓并达到一定程度修行成果的人并不多。传统的宗教多半沦为形式的演绎和劝人多做善事的团体，更多牵扯了政治国家权力的资源分配。这些宗教已经渐渐和真正个体的灵性转化与解脱人世间痛苦烦恼的束缚，得到自由的修行，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近年来，一部分年轻的人们开始走向灵性的修行与探索，并不像以往去热衷参加某种固定的传统宗教。这是好事，没有太多的传统束缚，可以更多元、更有趣、更自由地探寻生命。但也有其限制，容易被商业包装过，看起来五光十色、美好心灵鸡汤式的灵性内容给吸引。商业包装并没有不好，但若缺乏实质内容的包装，本身就和诈骗没有两样。许多现代心灵课程被一种传销手法和商业手法包装成外表五颜六色的精品，但拆掉亮丽的包装纸的背后，也只是金钱的游戏，骗你花钱进来感觉一下，假装很有正能量的美好感觉罢了。阿吴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能只看这些课程的表面内容。一个骗子可以拿着一本伟大的经典来骗人，而一个真正得道者也可以拿着一本路边的小说来说法传道。外表呈现什么并不重要，修行者还得要用智慧与聪明的头脑去分辨这两者的不同。不要别人拿着一本佛经或圣经来讲课，你就跪了，欢喜信奉，认真缴钱。
而在你一旁的圣者拿着一本漫画跟你解释里头的修行奥义，你还嫌人家臭呢？如果在今天紫薇圣人现世，弥勒下生，耶稣降临，大部分的人们也是无法认出，他们可不会金光闪闪的出现，而是会用最朴实的方式出现在人群中。我知道这么说容易让大家无所适从，佛家有提供4个让大家识别正法的判断，称为4依4不依：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时，依了依经不依不了依经。第一，依法不依人。要判断这个修行观念与方法是否合乎正法，首先这个说法的人是以怎么样的外在形式存在并不重要，人们偏向帅哥美女，或是看起来庄严的法师，亦或是穿着西装革履的专业人士，还是穿着道衣呈现为闲云野鹤的高人，人们喜欢这样的形象。但如果今天是一位12岁的少年以深刻的见解与你讨论有关于对他对神的领悟，你会愿意放下手边的事情听听看吗？当年12岁的耶稣在圣殿就和拉比这样讨论，凡听过并对话的人都对耶稣所说内容的智慧与见解惊讶不止。如果放在今日，人们怎么做呢？大概会说，哪来的小屁孩，别吵我吧。依法不依人。修行人需要虚心去听听不同人的说法，尤其是那些外表和你心里预设不同的人，而对于外表包装过的人，反而更要小心仔细地了解其内容，如此才有可能寻到宝。正法难寻，但从来不是正法消失，而是人们难以辨认出来。第二，依义不依语。这里的语也包含了文字。人类的语言系统本身就是非常限制与造成切割生命圆融的工具，文字语言系统非常容易造成人们误解，光是同一个字就会因着解读人的心理、精神、知识含量的各种状态有着不同的解读，不同的呈现与表达的意思。在拥有心电感应之前，在拥有感应他人的振动能量与业力之前，人类的沟通都是容易产生障碍与引发冲突的。依义不依语，就是要大家不要太纠结于文字与语言的呈现方式，而是要去领会、去搞懂这句话的真实意涵。第三，依智不依事。这包含了2种面向。第一种对象为经文或讲法者，也就是老师上课的内容需要，依智不依事。第二种对象为听法者，也就是修行者本身，学生在听课时需要，依智不依事。但这对于一般修行而言太难了，每个人每个时刻每一秒都从此个体的眼耳鼻舌身搜集许多资讯，再加上一时的分别判断，太过认同这些想法，就会流转于自身的意识中。在尚未转识成之前，每个人都会依着自身经验与当下的心情偏颇地去判断与解释他所听到的。人们会听他想听的，看他想看的，并无法完整地看到真实的世界。所以这一项依智不依时，修行者执行起来是困难的，只能尽量去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用偏颇的角度去解读别人的话了。第四，依了依经，不依不了依经。文字有很大的限制，其限制本身并无法表达出真理的全部样貌。所谓的了依经，就是试图用文字去说明最终的真理，去说明道是什么，尝试用有限的去表达无限的。这是艰巨的任务，所呈现成果的一定是模糊不清，一下说左边是对的，一下说右边是对的，往往指明一个方向给你，当你开始确定时，又把你全部否认掉。这就是禅，既是所有的形式，又脱离所有的形式。在了依经里，逻辑看起来很矛盾，总是有虚无缥缈的形容词，这是因为用有限框框要去形容无限自由的困难，一定会造成人们难以理解，似懂非懂。但从古至今，还是有许多得道的圣者慈悲地去尝试这项任务。佛家的了依经为《金刚经》《心经》《圆觉经》等。阿无说过，所有的法门都是方便法，因地制宜，因人而设，因时而立，因材施教的方法。这种因材施教的方法就是不了依经，
这些经典企图制定一些固定的方法与顺序，去让学人遵循，借着不了义的方法到达了义的真理。所以修行人切莫听了这句一了一经，不一不了一经，就开始瞧不起那些不了一经、因地制宜的说法了。每个人都需要有传才能渡河呀。这里所说的不一不了一经，不是要你不看这些经典，不练这些方法，这些可都是佛陀菩萨慈悲心设计的方法。这里是要提醒各修行人，方便方法达到了目的就可以放下了。船带你到了对岸就该下船了，利用菜刀料理完了食物，吃饭时就不要再拿着它了。以上的4一4不一可以作为你判断正法的标准。或许你面对许多灵性课程或宗教团体，就比较不会被呈现美好的广告给诈骗了。金钱和身体的诈骗，事后你还可以发觉和报警。灵性包装后的诈骗，你可是连事后都难以察觉，也无从通报。现代的修行者容易偏爱外表的华丽与看起来美好的灵性内容，总是练习了好几年，灵性知识累积的不错，仪式的细节也越来越熟悉，口头禅也练得越来越锋利。但在夜深人静时，诚实地问问自己，修炼的这几年，在生活中有没有实质的改变呢？内心有没有越来越轻松自在呢？相信很多人都无法确认。答案总是好像有一点点改变，但又好像没有。如果你修行了好多年，还处于灵性知识累积不少，在实质身心的转化却得到一个好像有一点点改变，但又好像没有的这种状态，那阿吴跟你说，你的修行不能说失败，也不能说毫无进展，但是需要开始改变一下方法了。因为如果你是用正确的观念和方法修炼，其实3-5年就会有不错的进展，而且你自己在身心状态绝对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不会有那种好像有又好像没有，虚无缥缈，有点自欺欺人的感觉。如果你是真的内心渴望修行，却发生这样的情况，多半是方法错误和偏向练习华丽好看的修行方式。一开始不肯朴实的好好蹲蹲马步，把基础打好，一上舞台就想学炫技花式的方法，以至于无法有明显的进步。所以接下来阿吴要来教大家一个朴实又可以迅速达到一定成果的方法，白骨观也称不净观。此方法出自于《禅密要法经》，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方法。这个方法在早期佛家僧团被很多修行人所使用练习，许多人因此都得到很不错的修行成果。白骨观在现代已经很少人在修炼了，而且相比于其他方法，白骨观看起来也一点都不讨喜，容易被误解。但这也是现代灵性修炼的人们总是眼高手低，说理者多，实证者少的原因。阿吴下堂课再来向大家说明。下课喽，下次见，拜拜。